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威仁律师。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感想。如果你想听听一个普通人的观点和故事，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上周受瞩目的个资婚治安新闻。那我这个礼拜会把议题集中在关于欧盟跟美国之间新的资料隐私框架的部分。OK， 可以看得到，在2023年的7月10号，欧盟委员会通过欧盟美国的资料隐私框架，也就是确保它从欧盟到美国的个人资料传输有得到充分的保护。那这也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世俗性认定。那依照此次世俗性认定，欧盟认为美国在新的框架下，它从欧盟移转资料到美国公司，它所采取的具有相同的保护水准，所以说他认为说，个人资料可以安全的从欧盟流向参与框架的美国组织、美国公司，而不需要额外采取其他的资料保护措施。那原因是为什么？这个其实是依据 GDPR 的规定。依据 GDPR 的规定，如果将个人资料从欧盟移转到位于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地方的时候，资料控制者跟处理者他不应该降低对于相关个人资料保护的水准。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只有在确保具有足够的保护水准，或者是适当的保护措施的时候，才可以把资料传输到欧盟经济区以外的地方。OK， 那如果第三国能够确保具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足够的保护水准的时候，欧盟委员会是可以做出世俗性认定。在这个时候，世俗性认定范围内所涵盖所有资料传输的部分，跨境传输都是被允许的。不需要进一步的其他保障措施，也不需要依赖其他的转让机制。那这边所谓的其他转让机制，譬如说标准契约条款，或者是说拘束性契约原则，也不需要去进行所谓的传输影响评估。而在7月10号，我们这边所看到所通过的就是欧盟委员会针对于跨大西洋资料传输的框架所发布的一系列世俗性认定中的第三个。为什么讲第三个？前面两个分别是2000年的 Safe Harbor 安全港协议。那在安全港协议在2015年的时候，被欧盟法院认定无法充分保护欧盟公民的资料，所以属于无效。所以说，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跟欧盟之间，它有一个新的叫做隐斯顿协议。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隐斯顿协议也被认定是无效。首先，它原因是在于第一个，美国有关情报监控的规范，它导致在实施个人资料监控的时候，它不符合比例原则跟必要性原则。那第二个，虽然说依据隐斯顿协议，美国政府实施个人资料监控的时候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要求，但是它并没有赋予资料主体在发生权益受侵害时可以提起诉讼来保障自身的权益。那这也是接下来就是第三次世俗性认定所要讨论的事情。OK， 那世俗性认定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欧盟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隐私框架是根据自欧盟传输到美国个人资料提供。接下来，那些企业有资格参与，所以我要注意的是，只有个人资料从欧盟的公司传输到经资料隐私框架所认证的美国组织或企业的时候，欧盟才接受我们这边它是一个自由流通的状况。简单讲，组织它必须去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或是美国运输部所管辖的调查跟权利，才有资格获得认证。那获得认证才能够代表它在这个框架内，因此其他的机构都被排除在外，比如说银行、航空公司、保险公司，这些都不在这一次我们所谓的资料隐私框架的范围内，也就是它不适用这边所谓的世俗性认定的要求规范。取得资料隐私框架，因为它改变了这个整个资料保护的格局，那资料可以自由的从欧盟流动到美国地区的受认证的组织，
它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其他的评估或者是其他的补充措施，所以说欧盟的资料收购者可以去重新考虑这些事情。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一定要采取认证，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世俗性认定。你看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它只有限制在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下所管辖的组织会适用，可以去取得这一个。另外一个，纵使你是在这一个范围内，它没有强迫你去接受认证，你可以采取其他的做法，例如说，你可以采取标准契约条款，或是拘束性契约规则，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做法。但如果要采取所谓的世俗性认定这边的所谓的资料隐私框架，那其实就还要更新一些，比如说隐私声明啊，或是内部的组织架构的一些政策要求。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或者都需要去走这一条路，只是说有一些状况之下，可能企业会比较想要走。举个例子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有了这个认证，会让在欧洲的客户更安心，他会愿意去取得，或者是说我可以取代我的标准契约条款，而不用一直不断的去送审这件事情，这都是有可能企业去改变自身的立场而取得世俗性认证的要求。好，那这些东西是由谁负责？目前在美国来讲的话，是由美国商务部去做负责管理，包括认证处理、监督参与组织是不是继续满足所谓的认证要求。OK， 所以一旦获得认证的话，美国企业可以根据资料隐私框架从欧盟继续接受资料，那组织就必须每年重新去证明它是有遵守这些要求规范的。已经有所谓的网站针对于在上面公开已经获得认证的组织名单。OK， 那组织在资料隐私下的部分来讲，因为由于资料隐私框架是建立在之前的隐私盾的基础上，那根据资料隐私框架所进行认证，或是每年重新认证的时候，组织必须公开的去声明它有遵守我们的接下来提到的这些相关的原则，它的有一些承诺必须去做。包括了通知选择权、资料再移转的责任、安全性、资料完整性、目的限制、禁用权、追索权、执行和责任。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补充性原则，它也必须去要求去承诺。就资而言，对资料主体而言，它的透明度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资料隐私框架的时候，必须使用清楚而且明确的语言文字，向个人去提供有关他那个个人资料处理的相关资料，那当然包括了资料的类型、相对应的目的。那本组织是有参与所谓的资料隐私框架，以及对这些原则的承诺。那个人的权利，以及会依据政府部门的合法请求去揭露所谓个人资料的要求。那选择来讲的话，个人他必须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不把这些资料揭露给第三方，也可以选择不把这些资料用在其他的目的而已。那就敏感资讯而言的话，组织还必须要取得当事人明确肯定的同意。那就资料在移转的责任的话，就所谓资料在移转的时候，组织必须向第三方去资料控制者签订契约。那规定这一些资料只能够根据个人提供的同意，有限度且明确的进行处理。OK， 这是刚刚前面所看到的 notice 的部分是选择权部分。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资料再移转的责任。那第四个安全性的部分，就是指的是组织在创建、维护、使用或传播个人资讯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合理和适当的安排、安全措施来保护、来避免资料遭到损失、滥用或未经授权的存取、揭露等等的，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其中的风险跟个人资料性质。OK， 那接下来第五点是针对资料完整性和目的限制。简单讲，我的资料的最小收集必须只收集所需要的范围，那禁止做目的外的利用。其实在讨论就是这件事情。那 assist 就是所谓的禁用权的部分，也就是当事人除非在相关的情况下，我提供当事人存取的负担跟个人隐私是不成比例，不然原则上我就要提供当事人权利删除或是更正。那在
这一种要求状况之下，组织必须在合理的期间内去提供相对应的要求的回应。第7个就是所谓的遵守权、执行和责任的部分。简单讲，必须提供机制来确保公司本身有遵守。那如果这一些不遵守原则而受到影响的个人的话，必须要提供所谓的损害赔偿，以及不遵守原则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后果，在这个地方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原则，比如说对敏感资料和人力资源的额外的保障，这些东西都是所必须要去考虑的部分。OK，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在资料隐私保护框架跟前面，它是因为前面资料隐私盾而来的，只要隐私盾被判决无效而导致后面必须出现我们这些所谓的隐私框架。那前面提到它解决的问题原因它被判无效原因有2个嘛。第一个，美国它在实施个人资料监控的时候，它不符合比例原则跟必要性原则。第二个，它没有赋予资料主体受侵害时的权益受侵害时的诉讼保障权。那这一次我刚刚前面提到，这一次针对于资料隐私框架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掉这2个问题。那首先，针对第一个部分，在美国实施个人资料监控的时候，不符合比例原则跟必要性原则，他发布了14086号行政命令来去解决。14086号行政命令，它建立了一个具有拘束力的保障措施，将资料的存取限制在保护国家安全所必要而适当的范围内，而且它必须采取措施去防止进一步的去存取限制在保护国家。此外，它还采取措施去防止进一步使用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实施适当的资料安全措施，跟避免未经授权的人去存取，而且制定一个标准客观性的标准来确保这件事情是存在而有效的运作，而且它还必须留下相关的履行跟记录的义务。好，那也为了确保这个规定合规性，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也必须受到其他机构的加强监督，而且必须由美国情报界的公民自由保护官进行调查，以确保美国情报机构有遵守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基本原则。另外，欧洲的公民个人他可以向新成立的资料保护审查法院对于刚刚所提到的公民自由保护官的决定提出上诉，使欧洲的个人可以据此向美国法院去反映。如果资料保护审查法院独立调查后发现资料的收集处理利用是有违反保障措施的时候，它可以下令或删除资料。那对于欧洲个体的个人的好处，如果美国公司去违反 GDPR 而进行资料处理的时候，它会有更多的补救措施，也会期望隐私保护框架继续有效。OK， 首先，因为欧盟委员会在现在已经通过而且失效了这个所谓资料保护框架。那在这个框架下的组织的保护水准的认可，它不是固定，也不是永久的，跟其他国家对欧盟之间的世俗性认定一样，它是去经过定期审查的，像日本。OK， 所以说欧盟委员会其实会持续关注第三国，就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发展，为定期审查去做好准备。欧盟认为说美国的资料保护水准已经不再充分，那他就通知美国的管当局在必要时候实施暂停、废除世俗性认定的部分，或是限制世俗性认定的范围。而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次审查它将会是在框架决定生效后的1年内，也就是明年2024年的7月。那他会去确认刚所提到的14086号行政命令，它的所有要素是不是都有被纳入美国法律，而且有确实的有效的运作。那在首次审查之后，欧盟委员会会跟其他的欧盟成员国跟资料保护机构协商，以决定未来审查的周期，但是至少每4年会进行一次。那必须说，尽管欧盟对于目前的这一个资料隐私框架它十分的有信心，但是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状况，它并没有受到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妥善的制度要求。像欧洲数位权利中心，它已经表示它要去挑战新的资料隐私框架。它表示说，它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隐私盾的复制本，它并没有解决
美国外国情报侦察法的根本问题。那也就是所谓刚前面所提到，在实施个人资料监控的时候，它不符合比例原则跟适当性原则的必要性原则的问题。那只是说新的资料隐私框架是不是会再次的被欧盟法院推翻？目前不知道，但就算被推翻，可以肯定的是，也不是这1-2年内的事情。所以在现阶段，欧盟的资料出口者仍然可以依靠这一种新的资料传递的方式，将资料从欧盟传递到美国去。以上是上周我认为重要的治安跟个资事件的想法。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和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对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跟感想。那我是威仁律师，我们下次再见。